大家好，今天来广州市天河的天汇广场和家人吃饭，共庆中秋佳节。现在呢，我从地下停车场来到了天汇，顺便呢看看这边是不是还一如以往的热闹。这一上来呢，原来我们喜欢的那家餐馆外婆家已经变成了理想汽车的一个展示厅了，新的电动汽车。右侧的翠华餐厅还在更多的呢变成了一些卖首饰、卖黄金的店铺。这里呢应该是地下的负一层，这边呢实际上也是一个交通要道，就前面呢是可以去到地铁的车站。右侧的星巴克还在。往前走呢，就是猎德5号线的车站。现在我们再上一层楼。这边呢 ，iPhone 的商店还在，最近刚刚推出了 iPhone 16啊。楼上呢就是天鹰广场。走到马路上啊，发现对面那一块小小的地方又在起楼了。正对着呢就是猎德大道，这边有个牌子天鹰广场东塔，非常熟悉的地方。而对面啊盖得满满的高楼，就是原来的猎德村呢拆掉了以后那些回迁的村民的住房。转过来呢，就可以看到高耸的广州电视塔，小蛮腰。我要走过马路啊，对面呢有猎德2个字的牌坊，这边呢就是猎德村啊以前的地方。这里呢就是猎德的牌坊啊，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牌坊。但实际上这片地方呢，就是猎德村民啊，他们留下来的一块带有商业这种味道的地方。那我相信这些商业啊，出租收入呢，都会由村民来贡献。时间尚早，我们就在这条猎德村的
边上的小路上来逛一逛。有一阵子没到这边来了，这边的感觉又有村里的那种因为河川流下来的那种旧貌。你看岸边的这些树木啊，还是非常的茂密，但是呢也见了很多蛮时尚的小店啊，而且这些小店呢无一例外都是那种很古朴的传统的建设的那种格调。这边的你看上面有很多的那种砖雕，有以前岭南建筑特色的这种屋檐，感觉还是蛮好看的。这条猎德村边的这个商业街呢，应该也分了2期。我的右侧呢，就是当时第1期发展起来的一片商业街区，而这条河村的对面呢是第2期。我看看等一会能不能走到对面去。猎德村呢，应该是这边旧村改造的一个典范。你好，巴巴里泰国菜可以看一下哦。但是呢，也因为珠江新城的建设，还有就是得益于2012年的亚运会就在这个边上作为一个开幕式的地点，借了这个东风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重新的改造。那些村民们呢，都分到了他们原来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的一块新的居住区。据说每家人家呢，都分得好几套，甚至10来套的房子，就一跃变成不但洗脚上田，而且呢，一夜之间就获得了不少的房产，甚至其中一些村民呢，就成了当地的富人了。所以听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华丽转身的故事。结果呢，有样学样就在附近的其他的村庄，像显村这种拆迁的过程呢，就遭遇了这些村民更多的讨价还价，结果拆了10来年都拆不掉还有个别的房子还插着红旗在抗争。其实无非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比照猎德村，甚至比这获得更多的利益吧。这些呢，对于村民来讲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所以呢，大家都奋力必争走到这边呢，又见到了一个牌坊，这个好像是新建的我以前应该没有见过。前面呢就是珠江了，大家可以看看这边呢起了很多新的公寓楼。那这些地方呢，应该都是猎德村拆掉以后腾出来的这些地方，进行了一个街区的优化，引入了一些发展商在这边开发，所以呢，这里的城市面貌就变成了崭新的一片城区了。现在呢，我走在沿江路上，马路的左侧呢，就是刚刚我从前面走过来的猎德村。这个地方呢，每到端午的时候都会把龙舟从水里捞出来，在这边划龙舟。这一路过来呢，大家可以看看，已经有很多的现代化的高楼。我对面呢就是广州塔，号称小蛮腰的电视塔。
那边呢就是江边了。我现在呢打算再回到猎德冲边上的河边的道路去再走一段。左侧呢就是猎德的又一个牌坊，那这个牌坊呢应该是在第2期建设的时候才新建的。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的这个牌坊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跟这片新的街区还是非常的协调。走在恬静的河边的小道上真的，我的思绪呢就回到了30年以前。因为我当年出国之前呢，也曾经在这边有过一份临时的工作。我记得当年从广州城里，你要坐车穿行在一片古朴的村落，7转8转，经过无数个小桥，才可以去到我的工作的地方。而等我很多年以后回来呢，这边已经被拆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呢就是逐渐在变成一片仿古式商业街区的地方。看到开着各种各样的餐馆，应该是以餐馆为主。但是呢，今天应该是中秋假期也是礼拜天，但是我看这边来吃饭的人并不多。我们来看看这条猎德冲，就广州呢有无数的这样的小冲连成网络，发达的水系。看看我对面就是刚刚我走过来的那条散步道。这边直接在路上路边直接装上了，不是那边要上楼。右转过来呢，这边就是有一些更大的全新的建筑。这边号称天德广场，我头顶上的这些高楼大厦呢，其实都是这边村民共同拥有的产业。就不知不觉呢，这边已经成为了一片新的城区，但是还保留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当然，这些建筑物呢，其实是重新按照以前的风貌重建而成的。但是在这条街上呢，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左手边的现代的大楼和大楼底下的商业的广场。相信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这边很多商店就会摇身一变，变成那种大家可以在这边吃饭，也可以喝些饮料，有些呢甚至是酒吧间，就会变成一片欢乐的区域。就这种城市现代的生活的这种空间呢，其实是多多益善的。
现在我眼前呢是一个金色的圆圈，这边是给大家拍照的地方。生活呢就是如此啊，就每个人其实都过得非常平淡，但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时不时呢，你会跟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聚个餐，说说话。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自己到处随意的走走，看一看。但这些平凡生活的点滴呢，如果积累起来，它就有一些点、一些碎片呢，慢慢就编织成一个你的生活的基本的一种状态。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这个天德大厦，叫天德广场占了一片非常好的地方，因为这边呢就是村民大家共享的建筑就可能无法想象猎德村居然有这么样的一个产业。当然它也是给予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打理。现在呢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广州天河珠江新城的一个新的地标。这样的地方，你看有些水景，这边有很多的路还是蛮漂亮的一种装点。对面呢，被树木挡住的就是猎德大桥。这边还有一个新的酒店叫雅致 Hotel。中国社会呢，这个几十年来就是大浪淘沙，或者呢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巨变的时候无论是商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如果看准了前景，顺势而为的话呢，每个人在几十年以后都会得到自己的所得。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开局不错，但是走着走着呢就偏了。那我相信真正能够成功的坚持到最后的那些人呢，一定是需要非凡的定力的。大家来看看这条天德街四周的风貌。我记得他刚刚开张不久的时候呢，曾经来过这边当时人头攒动，当然季节也有关系就今天再来转一转，虽然是过节的时候，但是呢并没有看到大家都在排队这样的热闹的场面，或者说是一种返璞归真吧，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者说热情已经过去。但也有可能呢，就是整体现在经济下行，结果呢就造成一部分人还是要顾及自己
钱包，就不能太冲动，消费的势头呢就有些减弱。但是闲来到这边逛逛呢，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它毕竟来讲就是一个仿古的又是现代的商业的街区。你看前面专门做了一些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卡通人物，觉得这就非常不错了。好了，我今天呢就是因为陪家人到这边来吃饭趁着时间还有点早，就随意的呢走一走。其实猎德大桥下面的这条桥下的通道过去呢，才是真正猎德村的村民的一些祠堂还有广场所在地，但是我就不过去了，我在这边呢就走回天汇里面去。好，现在呢，我走进天汇广场这条商场里面，前往我要去的餐馆。二楼呢，主要还是以服装这种商店为主。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4楼，这边呢也有一家电影院我们在这边转一转。这边呢，应该有我以前喜欢来的几家餐馆但是看来呢，也有一些已经换了招牌，但是那个鼎泰丰还在。前段时间听到北京的鼎泰丰应该有10几家店了，一次性的全部结业，也代表着一种趋势吧。但是幸好还没影响到广州这边。
我今天吃饭的餐馆呢在5楼，所以我还得更上一层楼。上面还有一个平台花园，既然来了，我们也到上面去看看，已经好久没来了。现在呢，我来到了平台的花园，看看这个四周啊，全部都是高楼了。这个地方呢也开了一些餐馆啊，装点的非常的漂亮。看看珠江就在眼前了，而下面那些仿古的建筑形成的一个商业走廊呢，就是我刚刚走过的地方了。再往前面去呢，就是广东省博物馆、歌剧院等等文化设施，还是占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变成这样的一个商业广场，那就到此一游吧。现在呢，我要回到5楼去吃饭了，就是随手这么一拍，起码有个1年左右没来了吧。今天呢，也就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啊，希望呢大家都有美好的生活。好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